有一個 Michael Brand 呢，唔係，應該之後呢都要開始改口，唔叫佢做 Michael Brand 啊。起碼 Watch Catalog 個人嘅角度呢，從2025年開始呢，佢哋唔再 Michael 啦，已經慢慢有非常獨當一面嘅姿態。因為2025年推出咗一個自家嘅機芯，佢哋一係就唔出。一出呢，就已經驚豔咗成個嘅標壇。另外嘅就係呢一個牌子可以令到我諗起佢哋嘅發源地呢。嗱，老實講呢，都冇乜瑞士嘅牌子可以做得到咁徹底，但偏偏呢一個意大利嘅牌子就可以喎。因為無論佢哋個牌子名啊、創辦人以及牌子大部分嘅手錶故事呢，都係以意大利威尼斯人咁樣嘅喎。所以呢個牌子今日要介紹呢，就係 Fantasynico， 嚟自意大利威尼斯嘅。2017年先至成立嘅 Fantasynico 啊，某程度上我諗標迷都算係見證住佢哋成個牌子嘅發展。嗱，Michael Brand 咧，除非你背後有個大金主嘅啫，否則咧離不開都係玩一啲標款啊，玩性價比咧。一開始咧，通常就可能用一啲中國嘅機芯啊，甚至乎日本嘅 Seiko 啊、Miyota 等等，反應好嘅時候咧，先至再慢慢升格去到瑞士嘅機芯。咁啊，多數都用 Sellita 啦。其實用到瑞士機芯咧，都已經好犀利噶啦。某程度上我覺得都脫離咗 Michael Brand 嘅一個行列。好多牌子咧，甚至乎可能幾十年咧，都一直沿用住一啲瑞士嘅通用芯添。但係 Fantasynico 咧就好鬼有個性喎，佢哋。正如我之前嘅片都有介紹過啦，佢哋會對一啲意大利有一啲好執着嘅故事啊，甚至乎一啲文化啦。嗱，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咧，絕對重溫翻呢一集啦。搞到我咧都好想去一次威尼斯呢一個地方添。而8年嘅時間呢，佢哋就做咗一個自家嘅機芯。你話都唔可以話好難，但最難嘅地方就係佢哋堅持咩叫 Italy。點解呢？因為本身 Italy 意大利咧就唔係一個生產機芯嘅國家。嗱，雖然都叫做同瑞士係接壤嘅嗰個版圖上，但係你好難揾到製錶師噶嘛。你會話喂，要佢哋喺意大利度工作喎，其實真係唔簡單。真心比瑞士製作呢更加之有誠意啊！而其實呢，我一早都知道咗佢哋呢一個計劃嘅，因為我同兩個創辦人呢，其實有個 WhatsApp 嘅 group 嘅。咁佢哋都一早話咗俾我知，咁我都忍口忍咗好耐，應該都超過1年時間。嗱，最終呢，都終於見到呢一個機芯誕生咗啦。我啱啱都喺有台逆時嘅一個合作片之中啦，一樣有推介佢哋嘅呢一隻自家嘅機芯 Utopia，成為我覺得2025年最好嘅一隻手錶啊！8年嘅時間啊，確實犀利。反觀呢，唔少嘅香港嘅 Michael Brand 呢，好似呢比較難突圍而出，亦都好難衝出呢個國際，確實係有啲可惜嘅。咁我諗香港嘅牌子都要爭氣啦。咁啊，講翻今次嘅要介紹嘅呢個錶款，Google 嘅讀音咧就叫做大約係 Levada 咁樣嘅最新嘅一個款式。Levada 其實就係佢哋一個潛水錶款嘅 collection 啦。嗱，早期認識佢哋咧，其實都係以呢個 collection 為主嘅。呢個名咧其實嚟自意大利1919年嘅一隻潛水艇嘅。咁之後我比較少玩潛水錶款啦，所以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就未有太留意佢哋嘅。係直到佢咧用 tungsten 啊，係咪鎢啊中文嘅一個物料咧，作為一個潛水嘅標圈咧，我心諗哇夠晒特別喎，真係好鬼有型喎，令我本身對潛水標呢個興趣一般嘅咧，都留意咗佢哋。嗱，最新嘅一款咧，一樣擁有一個 tungsten 嘅標圈。咁點解用 tungsten 呢？嗱，只要你睇個實物咧，仲要係冇包呢個膠膜嘅話咧，你先至會感受到嗰份震撼啊！嗰份視覺嘅衝擊，因為佢完全俾到一個金屬嘅光澤，但又近乎一個防刮嘅效果，成件事咧就好矛盾。嗰個嘅光澤感咧好靚、好 sharp、好醒神，加埋呢個 Tiffany 顏色嘅呢個特別嘅石材啦，唔係好識話點讀啦呢個字，意大利文更加唔識話點樣讀。咁我就咁寫出嚟呢度，等大家去參考翻。佢呢個意大利文呢都寫咗喺個標盤上邊。翻查翻資料呢，又係同威尼斯呢係有淵源嘅喎。喺中世紀呢 Middle Age 嘅時候呢，已經去到咗威尼斯呢作為一個貿易嘅用途。所以呢，又係有意思。佢哋其實都幾中意玩一啲特別嘅物料啊，例如 Ultra Black 啊、真金嘅錶面啦、沙金石啦，總有一瓣呢係錶迷係中嘅，係中意嘅。非常之高明啊！呢個方法，我諗喺 Fantasynico 嘅眼中，我睇到成功嘅地方呢，就係佢針對一啲錶迷，去打動一啲錶迷。例如佢肯去用一啲好舊裝嘅手動
計時嘅機芯，Lamania 1873嘅機芯。我諗只要你係標迷呢，就算你買唔到，你都一定會因為呢件事你留意多咗呢個牌子嘅。咁我諗當標迷愛上你哋個牌子嘅話呢，其實就唔再係 Michael Brand 噶啦，等啲標迷自己幫你宣傳。咁我諗相信佢哋都應該喺呢件事上面都越走越快嘅啦。起碼我自己都幾睇好呢一個牌子。我諗因為佢哋嘅步伐呢，都算係走順咗咯。我諗有啲講遠咗啲啦。嗱，講翻呢一隻呢，42mm嘅標徑，120格嘅 Tungsten Insert 嘅一個標圈，200米嘅防水啦。咁個標底嘅蓋呢，就係點讀呢？呢個 Google 頭先唔記得咗 Lavada 咁樣 Lavadi 咁樣嘅潛水艇 engraving 啦。裏面其實就搭載咗個 SW200嘅機芯嘅，名副其實係一個瑞士嘅機芯。嗱，一般呢，基本上用到瑞士機芯嘅話呢，都已經達到咗 Swiss Made 嘅門檻㗎啦。其實即係我嘅推斷啦。不過成隻錶呢，佢就冇特別寫明係 Swiss Made 嘅喎。雖然好難 verify 佢哋到底達唔達標啦，但係我確實其實係問過佢哋嘅。大約我諗係年零前啦。嗱，頭先我都有提及有個 WhatsApp group 㗎嘛，我真係 WhatsApp 問過佢哋。當時佢哋比較少用瑞士機芯啦，當時可能年幾前啦。咁我問佢哋會唔會用瑞士機芯啊？等錶咪多一個選擇啦。咁啊，其實當時佢哋回覆呢，就真係話會嘅，係會嘅。不過佢哋都好老實咁講，就話 Swiss Made 其實都滿足唔到佢哋。加上佢哋係一個意大利嘅威尼斯嘅人啦，Ultimate嘅目標呢，其實佢哋覺得係 Made in Italy 嘅。最後真係俾佢哋做咗出嚟啦。某程度上，我覺得佢哋嘅特登呢係唔放 Swiss Made 嘅添。如果我推算係真嘅話呢，即係如果我咁樣估係真嘅，咁又真係幾個有型喎，真係有得放都唔放，夠晒型。錶帶一樣係襯咗個色，好清新嘅呢個感覺，好深埋嘅一個顏色。跟嘅就係一個接扣啦。嗱，我自問就真係比較少呢類型嘅潛水錶款，但係戴上手嘅感覺呢，加埋呢個超閃嘅標圈呢，我都覺得真係太過靚，有啲驚喜呢一隻錶。定價嘅話呢，其實佢係瑞羅歐羅1150蚊嘅港幣嘅話，咁大約計翻應該超過1萬蚊嘅應該都。不過起碼都係一個 SW200 Tungsten 嘅標圈，咁特別嘅石面。定價嘅高與低呢，我就如果了解我嘅，我通常都不作評論嘅，因為都好主觀，冇意思去討論。咁個影片嚟到最後啦，大家又有冇多了解咗 Fantasyanical 嘅呢個牌子呢？以及 Lavada 嘅呢個好難讀嘅呢啲意大利文嘅呢個系列呢？大家又有冇買過佢哋嘅手錶啊？不如留言發表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，或者你對呢個牌子有啲咩睇法啦？暫時香港已經有唔少嘅錶鋪呢，有賣呢一個嘅牌子噶啦。咁我呢度就唔特別提啦，因為都擔心驚講漏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。Like 啦 comment and share 啦，希望大家唔好覺得我長氣啦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嘅話呢，記得 like 同埋 comment， 因為咁樣嘅話呢 YouTube 會推送呢條片俾更加多嘅人，咁樣呢就真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啦。多謝晒大家。Watchcat Vlog 會繼續介紹更加多有趣嘅牌子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